好，我是孙二娘。今天呢，二娘要给大家讲一起曾经轰动全日本的连环杀人案。这一起案件主要发生在上个世纪的日本东京，而且是一起无差别杀人事件。什么是无差别杀人呢？就是指凶手和被害人之间无冤无仇，可凶手采取了一种随机杀人的方式，造成了极大的恐慌。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，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？接下来我们把时间退回到1977年的1月4号。1977年1月4号凌晨，16岁的惠原明和5个同事在东京品川车站下车，他们路过了一个电话亭，其中一个女孩发现了电话亭里有一枚10元的日币，还有一瓶放在地上的可乐。太幸运了，捡到10块钱和一瓶可乐哎，大家一起喝掉吧。发现可乐的女孩高兴地说着，可是我不怎么喜欢喝可乐，明明送给你喝啦。于是将可乐递给了队伍里年龄最小的男孩惠原明。谁也没有想到，这个好心的举动竟然害了他。几个人回到宿舍后，坐在娱乐室聊天，还不到法定饮酒年龄的惠原明打开了那瓶幸运获得的可乐，仰起头就是一口。才喝了一口，惠原明就意识到可乐不大对劲儿，立刻吐了出来，并用自来水漱口。可不幸的是，他已经喝下了足够致死的剂量，几分钟之后便意识不清地倒在了地上。尽管同事们用最快的速度叫了救护车，很快地将他送到了北品川综合医院，医院也火速地进行了气管切开术和洗胃等紧急救援措施。可惜惠原明仍在早上7点30分的时候死亡。由于他的症状太特殊了，因此医生也在第一时间通知了警方。随后他的尸体被警察送去了尸检，经过法医检验，在他的身上发现了多处大面积的粉红色斑。法医得出结论，他的死亡原因为氰化钠中毒。于是警方把他喝剩下的可乐也拿出来检验，同样在其中发现了氰化钠。氰化钠可是属于剧毒只要非常少的剂量就足以致人死亡，死亡的时间从几秒到几分钟不等，起效迅速，而且很难被抢救。然而当时没有人知道，这一切不过只是毒可乐事件的序幕开场。在惠原明抢救无效过世后的45分钟，距离他捡到致命可乐约600公尺远的人行道上，有民众发现了一名身着灰色衣服的中年男性倒在路上。尽管人被尽快送到了医院，但医生依然回天乏术，遗体解剖的结果竟然检验出了氰化钠。这瞬间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，显然这是有关联的连环杀人案，一定不是巧合。警察根据可乐瓶上留下的指纹进行搜查，在当时的日本，只有犯罪记录的人才会在警方数据库中留下指纹。但没想到他们居然真的找到了匹配的指纹。他叫关元博，46岁，曾2次因盗窃被捕，后又因诈骗被通缉，至今为止已经失踪了13年。警方立刻对他采取了行动，但经过一轮轮的调查后发现虽然他有前科，而且处于完全失踪状态，但他与这一些案件并没有任何关联。这2起中毒案件立刻引起了日本警视厅更高程度的重视，警方立马组织了一个约200人的特别行动小组，对案发现场及周围进行了彻底搜查。到了第2天中午12点50分，果然在距离惠原明发现可乐的地方又发现了一瓶可乐。到目前，警方一共发现了3瓶没有开封的可乐，而且警察发现这些可乐的氰化钠剂量都不一样，好像是在测试些什么。警方也为此在附近进行了摸底排查。几个附近的居民说这些可乐瓶从去年11月开始陆续出现，大概有6、7个地方，但是几乎每隔2、3天，这些可乐就会移动位置，有时候会出现在比较显眼的地方。但是从去年11月到案发的这段期间，报案的人却并不多。警方对此表示很担心，因为他们认为这很可怕，很可能是罪犯在进行一个实验，他想测试出可乐被拿走的概率最大的地方在哪，还有可能在测试氰化钠最合适的剂量，既能杀人还不被喝可乐的人察觉出味道不对。所以警方急忙通过电视、报纸等媒体向公众宣传，让群众提高警惕，
千万不要捡路边的可乐。就这样过了1个多月，到了2月13号早上6点20分左右，日本大阪一位名叫森崎的39岁男子在上班路上去自动售货机买烟，他在自动售货机顶上发现了一瓶可乐，于是顺手就把他带到了办公室。森崎的同事极力劝他不要喝，因为上个月的东京连续发生了几起可乐中毒死亡事件，但他就是不听劝告。他说他觉得只是一瓶可乐，没什么大惊小怪的，喝一口应该没事儿。于是他就自信的一口气喝完了整瓶可乐。他喝完这瓶可乐后，没有意外的出现了中毒症状。同事们见状急忙叫了救护车。幸运的是他被及时送医，可能中毒的剂量不大，所以被抢救了过来。第2天他就出院了。但是令人意外的是，森崎出院后不久，他就在家中自杀了。根据他的家人说，他之前知道东京的可乐中毒事件，同事们也极力劝阻，然后呢，他还是不听劝告，喝了毒可乐，让他觉得非常的羞愧，所以自杀了。其实他的死有很多的疑点，虽说按照常理这件事有一些丢脸，但也不至于自杀吧。所以自杀这个理由怎么听都很牵强，警方反而怀疑他和这个连环杀人案是有关联的。而怀疑的原因呢，是因为他中毒后一些症状和氰化钠中毒后的症状不太符合。不过警方调查也找不到任何线索。他自杀的理由很牵强，警方因为中毒症状不同，就怀疑他和连环杀人案有关，也非常的牵强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这件事情在当时轰动了整个日本。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日本人因为怕中毒，连正常的可乐都不敢喝。因为当时的可乐包装是可回收的玻璃瓶，自从案件发生后，大家都对玻璃瓶装的可乐产生了恐惧。为消除这些恐惧，可乐生产商才把包装都改成了易拉罐。因为易拉罐一旦打开就很难恢复原状，人就很容易判断这瓶可乐是否被打开过。这起发生在日本1977年的连环投毒杀人案，刑事公诉期是15年，如果15年内不能破案，即使找到了真凶也不能定罪。然而15年早已过去，真正的凶手依然逍遥法外，所以这起案件也成了日本历史上3大悬案之一。小伙伴们，你们有什么线索吗？有的话欢迎在评论区告诉二娘一声。好了，今天的酒馆要打烊了，故事我有，你有酒吗？这里是厄运酒馆，记得经常来找我哟。